大厅一时间陷入寂静之中。明明知道去送死，还让人去布置阵盘，任谁也不会去做这件事。至于用什么大义去压韩立，这更不可能。在座都是明白之人，修为到了这等地步，别说只是小半天南受魔气影响，就是整个天南都毁了，在座之人也绝对不会做这种舍己为人之事，大不了他们拍拍屁股离开天南就是。以他们的修为，在哪里立足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而整个天南除了韩立外，又无人可以进入魔气而完成任务，三大修士全陷入了面面相觑之中。就在这时，韩立目光闪动一下，声音一缓，突然开口：我也知道此事事关重大，几位道友也颇为两难，在下倒有个主意可以一试。什么主意？韩道友尽管说就是了。很简单，我自认为辟邪神雷坚持到布置下阵盘还是能够做到，就是回来的时候麻烦大了，所以几位原先准备的辟邪之宝必须借给在下一用，这样韩某才能够多坚持一些时间。不过这种做法自然危险还是不小。说到这里，韩立声音一顿，又似乎有些迟疑。没问题，只要能布置好阵盘，退魔之宝借给道友完全可以。当然，此事如此危险，我们三人也不会让韩道友白冒此险。合欢兄，你说是吗？至阳上人这时突然也对合欢老魔一笑。合欢老魔一听此话愣了一下，但犹豫之后还是点了点头。的确如此，其实就是没有此事，我三人原先也打算将这七灵岛中的一座赠与韩道友。赠送给在下一座灵岛？不错。其实当初7座岛屿的划分，虽然看起来是被7大宗门划分了，但是这些宗门却大都分属于我们3大势力的，正好多出来一座不好分配的。原本想留给桂盟、但龙寒和凤冰2位道友的，但他们夫妇恰好在此时双双闭关，无法来此，此岛只好暂时先挂一个不出名的小门派下。现在道友既然愿意以身犯险，这座灵鳌岛分给韩道友的落云宗，想必也没有谁会说闲话的。真的有这种事情？韩立听了有些愕然，毕竟他也听说这些灵岛可不光是灵脉上将，同时岛上还各有数座储量不小的灵石矿，这可是珍贵之极。7座岛屿既然是大阵的一部分，修复完法阵，这些岛屿岂不是要再沉下海面？放心，我们采用的修复之法和原来的封印法阵略有不同，这些岛屿自然不能浪费，任由它们沉下去。当然，占据了这些岛屿的宗门修士，从此自然也有义务共同看守此封印法阵。既然3位道友都许诺如此重礼，韩某于情于理不走这一趟也不行了。但此事了结后，在下就不再参与后续的事情。魏道友只要肯将阵盘布置好，就已算是立了大功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3人就可。魏无涯大笑一声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合欢老魔和至阳上人虽然先前心思各有不同，此时也都安心了下来。这时魏无涯又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件白乎乎的圆形东西递了过来。韩立接过看了一眼，一件精美白玉制成的8丈大阵盘，上面灵光闪动，铭刻着复杂之极的各种符印，一看就绝非普通之物。韩立手中青光闪动了一下，阵盘不见了踪影，被收进了储物袋。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不知韩兄打算何时下去？修复法阵的事情自然是越快越好，在下休息过一晚，原先损失的一些法力已经恢复，若是3位道友退魔之宝就在带身上，那在下就下去先将这阵盘布置好，迟了1、2日，谁知道魔气又会发生什么变化？韩立神色一怔，有些凝重。听了韩立这话，厅中的3大修士自然没有意见，而那几件好不容易凑齐的退魔宝物自然也随身携带着，当即纷纷取了出来，一一交与韩立。一只交手玉如意，一面火红八卦镜，一件金光灿灿的战甲和一杆乌黑色的小旗。
韩立也没有忌讳三人，当场就将这4件宝物试了一下功效，个个不同寻常，其中3件都是至阳至焰的宝物，的确对魔气大有奇效。至于那面黑旗则相反，却是一件魔道中名气不小的宝物。听合欢老魔说，此旗虽然驱使的是鬼冥阴风，但同样可吸纳魔气，故而可用以自保。看着此旗，韩立心中一动，沉吟把玩了几下，最后收进了袋中，这倒让合欢老魔略有诧异。韩立收好宝物，就和3人离开至阳上人的洞府，直奔大漩涡所在的方向而去。数个时辰，韩立非常顺利地出现在了漩涡底部，这一次他可是独自一人了。看着光幕下方的魔气，韩立二话不说，两手一握拳，霹雳之声一响，身上顿时弹射而出数道粗大的金弧，再次化为电网，依附在了光照表面上。看了看那些金色电弧，韩立嘴角抽动了一下，泛出了一丝讥讽之色。魏无涯等人就是再老奸巨猾，也绝对无法想到他竟然拥有72口金雷烛飞剑。按照他的估算，别说一来一回，就是跑上2趟，自保也是绰绰有余，否则他又怎会接下这种冒险的事情？先前之所以和他们讨价还价一番，一方面自然想到先前至阳上人在百巧院时就给他提醒过的好处之事，另一方面则是根本不愿让这3人摸清楚自己的底细，故意让他们错估辟邪神雷的数量。以后在天南能对他造成威胁的，也只可能是3大修士和那木兰神师，韩立不得不防备一手。像上次一样进入魔气中，在金湖庇护之下，韩立向漆黑的深渊悄然落去。随着雷鸣声变小，辟邪神雷的金光在黑暗中渐渐远去，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在海面上，至阳上人则正在交谈着什么。至阳兄，你觉得韩道友的辟邪神雷真像说的那样不足以来回一趟吗？魏兄这话是何意思？难道认为贫道先前之言有假吗？上人千万不要误会，绝对没有此意，只是在下觉得韩道友后面答应的太痛快了些，故而有些好奇问一句罢了。若是这样的话，贫道不甚清楚了，但是那魔气深渊的确是越深入，法力消耗的越大，若想安然的来回一趟，所需辟邪神雷也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目。我不认为韩道友真的有如此多神雷可以驱邪，也许韩道友除了辟邪神雷外，另有什么神通可暂时抵抗魔气呢？这么一说，倒也有可能，毕竟修仙界的奇功秘术层出不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是能顺利将此劫化去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魏无涯笑了笑，然后目光往旁边一扫，看了一眼旁边的合欢老魔。黑袍大汉一直双手抱肩地看着漩涡中心处，面无表情的一语不发。3人间一时无言地寂静了下来。在魔气深达3000丈的地方，光照正闪动金色电光，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。在光照中，韩立抓着那枚记载阵盘位置的玉简，正在凝重地看着玉简中的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韩立将神识抽出，朝四下望了一眼，似乎漆黑无光已经处在了深渊最底部，根本无法看出有多远。韩立眉头微锁，同时一张口，一口寸许长的小剑喷射而出，金光一闪，金色小剑射出了护罩，同时一层纤细电弧浮现在了剑身之上。一个盘旋之后，它飞到了韩立头顶处，然后在电光中滴溜溜一阵盘旋，化为了一个寸许大的金色光轮，甚为奇特。韩立在下面一掐诀，冲头顶光轮一点指，光轮一顿之下，化为一道金芒击射而去。韩立毫不犹豫的身形一动，顶着护罩紧跟了过去。横着飞行了数百丈后，前方金色小剑突然方向一变，蓦然向下击沉而去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飞剑竟扎在了什么东西上，
没入半截不动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脸上神色一闪，人就出现在了小剑上空丈许高处。目光所过之处，四周仍然黑乎乎的一片，但小剑上电弧闪动着微弱的光芒，倒也能看清楚那里几分。韩立发现小剑所插地方好像是一块平整的巨石。韩立沉吟一下，两手一抬，手掌同时按在了照壁上，光照之上的电网突然间耀目刺眼起来，并同时有几道碗口粗的金光从光照上激射而出，化为几条金色巨蟒，在附近一阵盘旋回绕。方圆10余丈范围内，所有的魔气在金蟒飞射过后都被清得一干二净。下面的巨石在灵光照耀之下显露无遗。韩立细望了一眼，脸色一呆，哪儿是什么巨石，这分明是一处祭祀用的平台，看其面积还不小，金湖笼罩范围内竟是完全无法看见全貌。韩立心中有些愕然，这些阵法师研究出来埋放阵盘的阵眼之地竟然是这么一处地方，事情有些意思。韩立当即催动金湖，飞快地围着祭坛飞行了一圈，对这平台总算有大概的印象。这是一个面积亩许大小的四方平台，无论样式还是四周石壁上铭印的图案，都说明它年代非常久远，肯定是上古修士修建之物。韩立飞遁回了原地之时，冲还插在的地上小剑一招手，顿时此剑化为一道金芒，飞射回了韩立身边。韩立心中略微估摸一下，当即往平台中心飞去。结果片刻后，几点白光在远处闪动不已，他心中一动，遁速略快3分，终于看清楚了平台中心处的情形。一块被震成数节的石碑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只有一点点石碑根基还耸立着。目光闪动了几下，在那石碑残骸上打量了几眼。石碑虽然被毁，但仍可看出上面铭印着一些他无法看懂的残破符文，而石碑也不知何材料炼制而成，竟然还灵魅未散的样子，不时有乳白色灵光在上面闪动不已。难道这是一种珍贵不下于金雷烛的东西？韩立诧异如此想到，但随后往地上虚空一抓，一块拳头大小的石碑碎块凭空飞射而来。五指灵光一闪，整只手掌在青光包裹中，一把将石块抓在手中，低手凝望了开来，灰乎乎的毫不起眼。若是不是偶尔从石块中放射出的丝丝灵光，韩立还真无法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韩立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，眉梢一动，五指突然一用力，一股大力刹那间作用于此物之上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石块没有像韩立想象中那么坚不可摧或轻易化为一堆石粉，而是白光闪动几下后变得柔软无比，五指竟深陷入石块之中，顿时把韩立吓了一跳。这是什么？大眼前辈，你可知道此物？没有，老夫从未见过这东西。这也不奇怪，上古时候的古怪材料多的是了，谁也不可能认得所有东西。不过你不妨扔一块进来看看，老夫正闲着无事，正好研究一样。